补钙选进口，当然是迪巧。本节目由进口钙领先品牌迪巧独家冠名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2 12点抢先看是女儿是妈妈，周3 12点尊享加更版，周4 12点尊享会员彩蛋。大家好，我是杜素娟，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文博书院。我平常的研究范围呢，主要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伦理问题，尤其是家庭伦理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妇女报家庭周刊的主编董颖。家庭问题和女性问题是我一直都在关注的领域。这一次我们受邀和芒果 TV 共同来探讨母女话题。我和杜老师将组成是女儿是妈妈的幸福探索团。杜老师，您发现了吗？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讨论母女的话题。是的。您觉得是为什么呢？这种讨论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的一个质量。那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，对，那你家庭是健康的，我们才能说这个社会才能是健康的。节目组已经筛选出了4组母女，我觉得她们很有代表性，覆盖了许多中国母女样本的画像，观众就可以从中寻找和自己相似的共鸣点、共通点，同时呢，也能找到可借鉴的母女相处方式，并且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另外呢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沟通手册的阅读，然后我们可以实现母女的共同进步。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们的相处模式。好。打布板就可以开始好，然后我们打本话术是赵小棠家第一次被踩打板。3、2、1，赵小棠家第一次被踩打板。然后先请2位进行以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岳彩晶，这是我的女儿赵小棠，是一个美丽、善良、大方的女孩。这是我的妈妈岳女士，是一个没那么温柔、没那么体贴，但是永远都会在我……哎呀妈呀，有点懵。永远都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的女人，我妈。那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是什么词？善良、大气、干净。整洁，应该整洁吧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洁癖。她还不是洁癖。我不是洁癖，也有点儿。我不会。你总看拖鞋底儿，只要我一回家更多。只要我一回家，我那是干净啊，我那是干净。但是我不会嫌弃，就是那个我干净，那是干净，那不是洁癖。那你不嫌弃你让我把头发扎起来？他说你一回家地上都是头发。对，因为我发量很多，我不掉发，我没到那个年纪。我就是爱干净，不要纠结这个事儿了。愁死了，真的很宝藏，这很好玩。阿姨认可小棠说的这3个词吗？对，他说的都对，但是我还有很多优点。你就问了3样，他只让说3个。是我知道。对，是我才疏学浅，没能把它连成3句话。下次我再努力。那用3个词来形容女儿的话，是善良，大气，这个也有。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倔强。小棠认吗？认。然后呢还不服软。其实我会表面服软。对啊，他内心不服啊，内心不服。就是我所有的面上服软，都是等着后面一定得拿回来，等着这儿。那用3个词来形容你们目前的母女关系的话，有的时候互相嫌弃，有的时候也会势同水火。你对我就跟定时炸弹似的，战术性的投放。那个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，更好的成长。好。那你们在什么时刻觉得最需要对方？心情不好的时候呗。那一般是报喜不报忧，但是他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心情不好。”但不是每次都。我觉得就是今年多了，去年、今年，
想要的那个达到那个点没到，他可能心里会很失望、很失落、着急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能想到妈妈。就是在这种最需要对方的时候，你们是需要他来做些什么？倾听，对，不需要做呀，那没法做啊。倾听。就像他的事情，我也帮不上忙呀。我想，就像你们这个圈子里，我哪懂呀，是吧？你现在不是已经踏入了吗？懂了，跟老师说这别录啊，就这剪辑。等我这回旅行之后，我就更懂了。那你们为什么想要来参加是女儿是妈妈呢？我想更多的去了解他，就像他说，他知道我的不容易，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也知道妈妈是不容易的。就是去年我心情一直特别不好嘛，然后不想见人，因为我是一个觉得我没有达到某种情况的时候，我没有资格去玩的一个人。就是我觉得别人都在努力，但是我还要把这个努力的时间拿去玩。我觉得就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你知道吧？我认为，如果你想干一件事儿，你想努力不要紧，但你不能把你的自己的心情搞坏，不能把你的身体搞坏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段时间我真的，他崩溃，我也快崩溃了，但我还得挺的，我还得装作不崩溃。我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跟他说好听的，我说，哎呦，就是你别心情不好，不行，咱不干这行也，咱不也一样吗？是吧？但是他还不行，他说不行，我必须得干这行，我就要就是干这行。我说那你要想干这行，那咱就踏踏实实把心态放平了干呗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就慢慢来，咱着什么急呀？人都是有一个过渡期的。倒霉惯了，就没事儿了。这怂孩子，气死我了。那接下来我会记一个快答。谁更爱生气？就跟我生气。对，我就跟他爱急一些。我自认为我自己很温柔。谁的家庭地位更高？那必须是我，那必须的。谁心理年龄更小？谁更爱对方？你犹豫了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反应有点慢，我就是觉得应该是互相都爱吧，是不是？不一样的爱吧，我觉得，你是那种强制的爱，强势的爱，我是那种稀奇古怪的爱，不怎么贴心的小棉袄。你还这么说？请给自己对对方的了解程度打分。我70，那我给你打71吧。就是不能输过于我。对，行。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虽然相处时间很久，但我觉得真正的了解没有那么多，就是面上的一些了解都有，但是内心的了解其实是不多的。可能小的时候对他了解很多，这些年，不总在一块儿，虽然每天都沟通，每天都打电话，但是呢，内心的东西可能就会缺少一些吧。咱小时候也没天天在一块儿，你不在一块儿，那我也了解你啊，我每天关注你，小孩好了解呀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觉得呢？对。我小时候其实一直是奶奶带、阿姨带，我是这么长大的。但是其实你说童年的缺失有吗？我觉得一定有。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每到周六周日，我是非常希望我的父母能来接我上学放学的，而且以至于其实小时候我父母总是不在身边，我会有点依赖性焦虑人格。你不在一块儿，那我也了解你啊，我每天关注你，小孩好了解，是不是啊？你小时候就对，你小时候就那么丁点心眼儿，我还整不明白你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点，就是我们之间的点是自认为了解，但是其实是不了解的。我跟你讲，小孩心思可缜密了。是吗？我看你不咋缜密。缜密，只是我不表现。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藏在心里。行，那好吧，就算这样吧。
就通过这个节目，咱们俩一起对旅游最能看清一个人嘛估。计这个节目结束以后，我俩可能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哈。就是只有2个结局，要么就是关系特别好，要么就是见面就干。咱们这么有爱的节目，哪能出现这种问题？哎呦，这不一定啊，咱们得看结果，咱这还没出去呢，这是在北京吧？大家都听着呢啊，看啥结果？这对母女的相处模式有点颠覆我们主流的母女关系的模式，也有点颠覆妈妈这个形象的设定。就是破除了刻板印象。对，我觉得它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点在哪里？很多时候对妈妈的设定，我个人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公平。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美德，就是一个妈妈就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把自己全部燃烧掉，对，把自己全部掏空。妈妈就是应该是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子女的，好像她不拥有支配或者享用自己人生的权利。他们这一对母女没有按传统的套路说我妈妈该怎样，妈妈也没有说我应该是怎样的妈妈，所以这个倒是给我们的这个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。是的，任何一种母女关系的模型不能说都是唯一的对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母女相处模式的出现，可以向我们印证母亲角色应该是更加多元的。还有一点，母亲本身的权利是值得继续讨论的。后面在旅途当中，看他们2个之间还能有什么样的火花。你给谁打招呼？来打招呼。我是妈妈陶月娣。还没有开始，我先说妈妈。好，妈妈要坐中间一点是吧？陶欣然家庭第一次被采打板，请2位进行自我介绍。我是女儿陶欣然，我是妈妈陶月娣。我叫何桃。对，这是我女儿何桃，我现在也是一位妈妈。用3个词语来形容你的妈妈。善良、正直、严厉。为什么？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从小妈妈一直会跟我强调说做人要善良正直，这句话是她强调了很多年的。严厉的话那就太多了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对。现在请妈妈用3个词语来形容一下你的女儿。好。好，3个词。上进、孝顺、挺倔强。陶老师紧张。他呀，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那个精神，什么都想做得最好，什么都要当最优秀。这个孝顺，比如说每次回家，他一般都不出去玩，都是陪父母在家里。他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。这个倔强呢，比如说就是他考学的时候啊，当时我是想他从气质和体型上，去练练功。也没想到要他从这个方面去发展。后来他考上了艺术学校，当时呢，我跟他有这个不同的意见。我说你呢，这个学习成绩挺好的，可以考一个本科是没问题的。那会儿是让我考重点高中啊，对，所以说他坚持呢，喜欢这个行业，他就自己跟我就掰上了。当时我们闹了很大的分歧，所以说从这一点他是很有个性的。他因为他喜欢这个行业，他也
热爱自己的事业，所以后来我也就支持他。是他的倔强战胜你，是吗？对对对。那接下来我会进一个快答，你们两个中间谁更爱奶？谁更多才多艺？也是你。谁性格更倔？是你。怎么都知道对方？谁更较真？也是你。你看这个我承认。两个人当中，有矛盾的时候，谁先低头？我。真假的？是我。真的吗？哦哈。谁在家里是老大？两个人当中，谁更常说“我爱你”？都说的不多，没怎么说过。我们都很内敛。我们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妈妈。红色。蓝色。妈妈这个角色很难很难。真的，所以很难。我觉得和我喜欢的颜色差不多。很难，那是很蓝。你看这个妈妈的这个承载力，像地球一样的承载力，所以我喜欢蓝色。红色是我觉得虽然妈妈现在60出头，但是我觉得她其实内心一直像红色一样热烈。像一团火一样，对，无论是性格还是做事情啊，都是一直风风火火的，所以是红色，在我心里。对呀。仙姐小时候挨过揍吗？挨过吗？可以控诉我。挺多的吧。给我张纸，谢谢。可以说。当着妈妈的面可以说的。挺多的。就小时候我有一次考98分回家，然后，他问我那2分怎么丢掉的，揍我一顿。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记得小学3年级还是4年级，对。然后考了一个全班的第4名，然后我妈妈给我打一顿，问我为什么跌破前3。谢谢。一次考98分，为什么打他？我是觉得那2分你是粗心丢掉的，粗心或者是没掌握，是吗？啊，没掌握的话，我可以成交，我可以教你掌握。如果是要是粗心，就不应该，就不应该，是吧？再其次呢，各个时期它有各个时期的变化。也有各个时期的需要，当时因为他那个时期是学知识、长身体的时候，不是，如果说要是错过了，那就再也弥补不上了。所以因为也是初为人母，有点着急，有点担心，有时候导致为教育方法简单粗暴。还有一个是虚荣，为什么呢？我的孩子。老师的孩子，你就应该在班上占前几名。如果是你要是考不过别人，觉得自己脸上无光，这才是真实的我。虚荣嘛，那就是，就太年轻了嘛。
其实是太年轻了哈，年轻就应该是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，在探索的状态。在一个那么年轻，他的生命还在一个不断的求索、探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他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。他也第一次当妈妈，他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。首先，爱首先是要尊重孩子，这才是真理。用3个词来形容你们目前的母女关系。你形容啊，我形容。你形容吧。彼此理解，彼此支撑，彼此陪伴。对，其实我们分开一段时间，好想念的。其实啊，21年、23年、22年，我连续3年都是大病。情绪有点激动啊。这恢复正常，不然的话再影响他的工作。21年呢，就是心脏撞了指甲，撞了4。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对我来说，比如说藏在我心底的话，有了一个说出来的平台，彼此母女之间的这个心灵的沟通啊，可以增加我们之间的母女关系，对那些初当妈妈的这个人有一个启示，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。我也挺期待的。我也渴望告诉很多的母女啊，就是，都说父母跟孩子之间是一场战争，
冷静，战争也赢了。对，说这场战争如果父母赢了是悲剧，孩子赢了是喜剧。对，现在我赢了，感谢你让我赢了。其实我不是战不过你啊，我是要保护我孩子的棱角啊。对，所以选择了退让这个但是，就是其实我也是想告诉所有的母女，就是我觉得，母女的关系一定是我们最紧密的连结。母女是连心的，是连着心的，心连心。因为有一句话就说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跟我们分享过心跳的人，所以，妈妈一定是无时无刻可以站在我们身后的。我们通过这对母女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爱的一种样子，就是我们的认知都有局限，但是愿意为对方改变，不是说执拗的，然后粗暴的认为说我永远都是对的。这里边有一句话其实说的特别对，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，所以其实母女关系啊，或者家庭关系中都会有一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。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妈妈是不犯错的。但我觉得，作为母女关系当中，母亲犯错不要紧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爱自己的孩子，还要看一点，你敢不敢于承认自己错了，还有没有勇气去反思、去复盘自己犯过的那个错误。大家彼此说，我对像陶欣然做得很对的，我告诉你我哪个地方当时很痛，然后母亲也愿意说我为什么这么做，这就达到了一个互相的理解。对，他们这对是给了一个沟通一个特别好的范本，特别好的范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妮妮，然后我是傅娟的小心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娜娜，我是傅娟的小 baby。然后我们两个是心肝宝贝，这是一个组合哎。对。他是欧阳弟弟，我是妈妈的小宝弟。第一次采访打板。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。首先来形容一下你们的母女关系。第一个字就是爱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字是姐妹。就是像我妈妈很小，就是一直跟我们说，就是她就觉得她想要跟我们当姐妹，希望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她分享，都可以跟她说，不管怎么样都会在我身边，然后都会支持着我。所以我觉得姐妹是一个很好的代名词，在母女之间。首先是支持，从小到大的一个学业方面、兴趣方面，然后个人生活方面，她都是支持的一个态度。然后再来就是平衡。对啊，就是基本上都是因为她身为一个3个孩子的妈妈，她把她的爱，把她的时间分成3份，都给了我们，做的比较平衡的。现在就有一个名词叫候鸟式的家庭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我就是像这样子。因为你一到了杭州，所以我又去杭州陪了他。弟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，在北京念书嘛，所以我又飞了北京去陪他。然后接下来娜娜回到上海工作，我又从北京飞到上海陪她工作，然后我陪娜娜再回到波士顿。所以我好像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当中要飞到不同的家中去陪伴他们。我觉得有女儿的妈妈是最幸福的。3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们丰富了我的人生。妮妮是我的生活家，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自在又安逸。娜娜是我的梦想家，和她一起努力的愿望总是可以美梦成真。弟弟呢，他是我的冒险家，我永远会是他最忠诚的啦啦队队长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妈妈最爱谁？3、2、1。
我先说好了，因为她小嘛，就是毕竟我这个妹妹才刚成年不久，我觉得妈妈花多一点心思在她上面，我觉得是合理的。我觉得是我的原因是因为，如果我不说我的话，会对这2位不公平，因为妈妈花在我身上的时间是最多的，我怎么能让妈妈花这么多时间在我身上了，我还不觉得妈妈是最爱我的？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事实，因为我妈是像我刚刚说，她是一个最公正的人，她没有偏心。但是如果当我当下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肯定要指的是我自己，因为我要对得起妈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。对，我怎么觉得她像另外一个我？他们2个真的很像。因为他们3个我真的都很爱，我没有办法分得出来。对，我最爱谁？我指我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，从今天开始我要最爱我自己。傅娟，对，我要最爱我自己，因为呢，我只有最爱我自己，把我自己爱好了之后呢，我才能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才不会带给他们负担。这就是我爱他们最好的表现。我觉得真的很棒。下一个问题，用几个词语形容一下你们的妈妈。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一个，像超人一样的妈妈，不只是自己有实力，而是她能拯救别人。妈妈让我想到的是坚毅，就是她不管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，她都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很坚毅不拔的那种面相。对。再来就是我觉得她非常坚强，就是我一直都觉得作为母亲过的第一个最大的关就是生孩子，然后我妈妈又是3个孩子都是剖腹产，需要非常坚强的一颗心才能做到。对，你们觉得在人生的什么时刻会最需要对方？我觉得是你平常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，可是真的发生很紧急、很危险、很危难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妈妈，妈妈，就是最本能的，就是本能的一个反应。对，我其实就是叫妈妈。对我而言，我会觉得说，这个母女关系是充斥在你生活当中的所有时刻，感觉妈妈无所不在。对，所以就是希望这个母亲的存在是她 always， 我们知道她爱着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然后反过去我们也把这个爱还给她，就是希望妈妈在害怕的时候也想到女儿，会吗？会。我觉得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当妈妈，都只是女儿，可是我是妈妈，也是女儿。我点出了我们的题目是妈妈是女儿，是真的。我可以回想到我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，尤其是当时我刚生完她，我3天就出院，然后我是在我妈妈家坐月子。我都永远都记得那个场景，就是那是我妈妈家上一个房子当中，我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我的 baby 就躺在床上，然后我的妈妈就在那个门里面就看她在外面忙进忙出，就她一个人在照顾我们所有的事情。我妈妈一经过我就想哭。我是自从当妈妈之后，我才了解妈妈的爱。那这个爱是什么？就是我看到我床旁边的这个小 baby， 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的爱一个人，这么的爱他。我就回想到说，你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你的先生或者什么，他不爱你了，你没办法爱他的。可是这个人，我就会心想说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我都会爱他。而这个爱，除了我对他之外，还有谁？就是我的母亲对我。我觉得这个爱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。而我一直到我自己34岁当了母亲之后，我才有这个体认。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更爱我的母亲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？我发现从来没有和我的家人一起，这样去有一个机会紧密的连接。从各个角度来讲，我都觉得我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去和妈妈留下一个这样的回忆。然后我也希望她做回傅娟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有多一点傅娟的成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初衷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对我而言。对，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这么肯定的，
那因为我从16岁开始拍广告，为了妮妮，我不拍戏，我不当演员的，我是为了弟弟，我辞掉了我的广播电台的工作，然后陪娜娜去美国念书的时候，当然我也发觉了，可能这个工作已经不是我最爱的时候，我真正彻底离开了10年。我有点想哭。就是我在我妈妈走的时候，我帮我妈做了一个葬礼。我在这个葬礼的时候，我帮她办了一个电影发布会，还做了一个奖状哦，一个最佳女主角的奖状。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应该在她的人生舞台上，她都应该是女主角。可是我们通常都把自己活得像灵演。我说我在生活中，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关注我自己，没有真正的 care 我自己。那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，虽然我觉得很值得，可是我突然开始想说，我今年62岁了，那我要继续这样下去吗？我的人生是不是应该还是有自己的？我就会觉得说，我要找回我自己。欧阳家的这个样本，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价值点。对，放开3胎以后啊，可能以后像这样的多子女家庭会越来越多。的的确确，在多子女家庭当中，要让孩子们感到母亲是公正的，是非常困难的。能够像娜娜那样说出那句话，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公正的，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被母亲爱着的，并不是说她的妈妈傅娟把她的爱平均分成了3份。可能就是他针对他的3个女儿，然后非常有智慧的、有针对性的去爱他们，就可以让孩子们得出这种我觉得我是被爱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母亲爱我们是公正的，对，我们看这个妈妈的做法，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个智慧。补钙选进口，当然是迪巧。本节目由进口钙领先品牌迪巧独家冠名播出，用爱一路滋养，暖心陪伴成长。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赞助播出。爽滑好 Q 弹，灵芝无负担。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若果冻赞助播出。用中国广电5G，流量超大不用省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赞助播出。来吧，开始了，我们就往里走吧。妈，你放松。我就紧张。紧张？你叫什么？你叫不紧张。好了，我是女儿。哎，好了，我是女儿。哎，好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可以说了吗，妈妈？好嘞，好嘞。我是女儿王珞丹。我是妈妈谢洪武。好嘞，我们先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对方吧。我的女儿王珞丹，善良、美丽、正直。我知道了，我的妈妈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你们的答案好官方啊。不太熟。不太熟，临时因为要录节目抓了个妈妈，人家都是抓了个娃娃，我还抓了个妈妈。下面请用动物来形容一下对方。你先来。猪。属猪的。我真的是，妈妈不一定在12生肖里，你突破一下你的那个动物群。你先形容一下你自己吧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那我还是鼠吧。袋鼠。哎，不要，护家。好，第一次听到对老鼠的评价是护家。就是啊，天天盗洞盗粮食。真的，我妈真的是。我那早上起床，我的很多早晨都是听到有人在盗洞起来的，就一直从这儿跑到这儿，从这儿跑到这儿。我妈妈
狍子。狍子啥呀？哦，一种动物很可爱，呆萌，然后一遇到什么警觉的事情，正常那个别的动物就跑了嘛，它就是哎，哪里有人要打我？哦，在那儿。我形容太像了。是。狍子饲料会再看一看狍子的性格是啥呀？属性是啥样啊？行，你去看看吧。我们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，就是你们目前的母女关系。我认为是朋友闺蜜，有时候我们俩就像朋友一样。完了，有时候我们俩无话不说，这在我心目中永远是，又是女儿，又是朋友，又是闺蜜。我怕我说完我妈。没关系，说吧。批判、对抗、未知。就有的时候吧，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完全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那么一点小事，可是你跟他讲道理是讲不明白的。以前就是直接，因为我家密码他有的，直接推门就进了，因为我害怕呀，不知道是谁推门就进了，然后是他。然后有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，有些比如说我东西放在哪儿，他一来他就全部都给你重新摆盘了，但实际上很多东西他收完之后，他自己也找不着了。Sorry 啊，妈妈，我妈妈确实在边界感这事儿上稍微弱了一点点。我可能是一个边界感是特别强的人，我需要一个非常自主的独立空间。相对比较封闭一点，我也没有让他试图了解我，所以我的习惯就是不好的也不分享，好的呢也懒得分享，因为关在心里的更多的是脆弱的东西，给到他让他知道，也很多事情于事无补。但我希望了解他，所以我了解他以后呢，我也能进步。就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可能都会进步一点点。就是我会问，需要妈妈吗？需要妈妈吱声。以前不管需不需要，我直冲过来了。是不是我有进步？是不是现在不是那样了？我们进步特别大。你的进步是踩在我的氧气上走出来的。他的习惯就是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这从小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长大，我们都是妈妈的洋娃娃，然后我也一度认为说穿粉色衣服就会显白，等到后来长大了，然后从事这个职业，有了造型师之后，他们就说谁告诉你的？粉色衣服是最显黑的。我说我妈，我只是举了一个粉色衣服是好像不是很正确的，可是他就把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交给你，可是这个时代慢慢发生变化了，我应该带妈妈现在像女儿。她年龄越来越大，她像一个女儿，可能重新反过来，我要带她去认知新的世界。我们在去年的时候，我跟妈妈有过一次相对比较深度的一个聊天。她说我看到一个视频上，这个视频上说的特别特别对，具体什么事儿我给忘了。然后我跟她说，妈妈4、5年前我就跟你这么说，可是你否定了我。但是即便这个认可是迟到了4、5年，我也就觉得她也在努力的去进步赶超这个时代，或者跟上这个时代，或者跟上我们的想法。即便这个认可迟到了4、5年，我都觉得我们有可能能够达成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沟通。因为现在年轻人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那代说我们那是听妈妈的话，就是妈妈说啥都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但现在还是有思维，他的思想思维和我们截然不一样。从某些生活当中，他希望妈妈，就是你应该，你找你自己的快乐，你自己怎么样？所以他是看到我说妈妈你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他是有时候也是这么善良的孩子。我现在就是略带批判，始终对抗，期待未知。好了，但内容还是很好的，更拉近我们母女的，因为你耿直，你说话就是这。是你内心里的东西，还是爱妈妈，想让妈妈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妈妈？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啊？我需要你的时候。都需要我，就需要你。是这像我们就是尽量不给孩子添麻烦，能帮孩子
做什么就帮着女儿去做什么。真的是我那一天也需要你的时候，妈妈，人家就问你啥时候需要我？需要就无助的时候，或者我跟我爸吵架的时候。或者有时候会，他是我为啥说是我小主心骨呢？就是他有些的思维是很正确的，是我想不到的。需要做决定的时候，对，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，对，就这样了。不是我在病床上，就你刚刚说的，我觉得，一开始我也想了，我在病床上我可能都不会打扰你们，因为这是我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一种爱，我们就不会给你们找麻烦。你们2位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这个摆设？是每家母女都会有个合照，但是我们的合照是空白的。咱俩都没合影，我们俩只有小的时候合影。近几年的我手机没有他单人的照片，因为没法有我和他单人的，因为他是2姑娘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是3个人。因为我要是都是3个。一定都是我们娘3个照相，因为我2个小孩嘛，所以就不他单一的吧，他也那时候也不是太爱照相，偶尔的就是拽他照相，他去贪玩了。等大了一点吧，就好像就是机会就少了，要拍呢，过年都是一家人，是这样的多，很少。我们今天刚好可以派阿姨来决定一下。石头剪子布呗，你赢了是啥？赢了，咱们就是玩的，带我玩时照啊，带你玩的时候照。好，那你赢了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出去玩的外景是拍出来，这坐着拍出来你也不会往家里摆。他喜欢那种绿的呀，有山有水啊，然后司机能飞舞的地方。这个家庭就是特别典型的中国式母女啊。对，在妈妈心里，她还把女儿当成一个小女孩，所以她才会去帮她收拾屋子呀。你看她妈妈说你的就是我的，对，就是不认为亲子关系当中有边界感，认为如果我爱你，我就没有边界感。这个其实也不只是母女关系，我们在其他的亲子关系当中啊，甚至爱情关系当中，人们也会困惑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人们相爱，中间要不要有边界感？如果母亲爱孩子，要不要尊重孩子的边界感？边界感其实它是跟另外一个词是合在一起的，那就是独立意识。就如果我们认为孩子他也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，那么他有些私人领域，我要进去以前，我要征求他的同意。比如说我进你的房间，或者我碰你的东西，我都要征求你的同意。女儿她渐渐成年，成年以后其实应该是父母也要实现一个认知的蜕变，对，就是你要承认他成年了，那么他其实是个独立的个体，所以在有些地方要适当的退出。对。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是女儿是妈妈的4组样本母女，母女们即将展开一场促进彼此关系升温的幸福探索计划。计划将分为2大阶段，第一阶段将以家为起点，记录他们各自在家最真实的相处状态，就是用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让他们单独的待在家庭这个情景当中进行互动。因为家庭情景是母女关系最松弛，而且也是最真实的一个空间。是，我也觉得其实一开始让母女单独相处这一趴特别重要。是女儿是妈妈幸福探索计划第2阶段，母女们将奔赴诗意的远方，在旅途中开启幸福探索实验。实验的目的呢，就是揭开问题的盖子。我们能够找到母女间的问题所在，通过设计恰当的实验，发生具体的事件，母女间的这个冲突点啊、矛盾啊和问题得到呈现了，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把问题进行解决。对，这个实验其实也是一个发现之旅。4组母女还会在旅程中邂逅幸福点亮者，她们呀是来自天南地北、相亲相爱的平凡母女们。
我们将与他们共度这段温馨治愈的旅程。是女儿是妈妈整季的故事即将开启，春生万物，让我们共同期待吧。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母女关系探索之旅，已经开始，请接收你的礼物。哇哦！呀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，开展一段专属于你和女儿的母女关系探索之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们可能变得更靠近、更亲密、更理解彼此，也可能会变得更柔软、更帅气、更独立与自信。我们期待你从对方身上发现从未看到过的他的模样。切记，好的关系建立在不断的了解、互相理解的基础上。现在，你将领取到一份真相拼图。在这段特殊的旅程中，当一天结束之后，可以选择在一块碎片上写上你发现关于妈妈的真相，有助于你进一步认识最亲密的她，让母女关系持续升温发展。哦，这就是我的拼图吗？这个是欧阳妮妮，这张照片是她午睡的时候拍的。这个拼图是我选的一张照片，然后是我在马尔地夫帮妈妈拍的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我跟我爸要的，是因为当时这张照片，我很多朋友就跟我说，觉得我长得很像这张照片里面的我的妈妈。然后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呢，也是当时我爸跟我妈到北京拍戏的时候，我爸为我妈拍下来的。然后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他们分手之后又复合，然后我觉得这故事还挺可爱的。然后当时我的第一部戏也在北京拍，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有点像是我们隔着时空打招呼的感觉。哇哦！我觉得我妈有一个优点啊，她去哪都能够成为她的主场，不用红毯一铺，脚步一迈，她就是 C 位。我选这张照片就当时在三亚，然后就出来的照片真的就是哪儿都是她的主场，很自信、很笃定、很快乐，所以希望她能够这么快乐吧，继续主场走起。生扎树之恋剧照嘛，是不？这是我看到他第一次看他拍戏。以前是我因为当演员是很自在、光鲜的一个感觉，但是真正看到他在工作时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我妈妈在骑马，我觉得还行，挺好的。因为这张照片是去那拉提，前一天我刚请他们吃完饭，早上他们正好要走的那天拍的。这张很美，舞蹈演员嘛，因为他原来是舞蹈演员嘛，我觉得他把他这个肢体的美都展现出来，特别喜欢他在舞台上，发光的那个样子吧，就是他毕业会呀、毕业什么演唱会我都会看，我特别开心。这是我妈妈的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她其实年轻的时候有很爱美、很时髦，然后，她也挺，就是业余生活也是挺丰富的一个人。然后今天穿的很时髦，高跟鞋、包身裙，一片云，刘海烫大卷。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。这是一张我最喜欢的剧照，是。贾探春的扮演者，他是刚从这个天杰音乐学毕业以后的第一部作品，也是他带回家给我的看的第一张剧照。当时我觉得真的感到很骄傲，我为他骄傲。
好，你们的母女关系之旅即将开始。好啊，请将在旅程中每天对女儿的新的了解记录在拼图上，并给自己对女儿的了解打分。期待你们在这段旅程中母女关系能有新的感悟和理解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开启这趟旅程。我挺开心的，但是我第二反应是觉得我妈能跟我来吗？能给女儿更贴心一点，我希望黏着她。他是一个非常有猎奇心的人，好久没有因为旅游而旅游。他把他的所有的爱和时间都分给了我们，也是很希望就是他可以为自己多活一点。我是不是可以把人生的排序改变一下？我们俩之间是不平等的，他就位高权重。我是你妈妈，出发点是好的，我就是关心你。这是我们俩超级拧巴的地方。他知道我需要什么。小的时候对他照顾的少一些，他很强势，对他的要求严厉，所以我们母女之间没有近距离接触。有10年的时间吧。妈妈说东我永远向西。我觉得他必须突破一下。妈，你看这个版型不好，这个我挺喜欢。我不穿短版的，这不是我的型，我不喜欢。来，离近一点。哪有这么玩的？我想测测我妈的底线在哪。这种玩法是有点过分了，我节目都不想录了。今年能给我领回一个姑爷子呢？太无聊了。就是女大当嫁，男嫁当婚。你别整，别好几年了。为什么要给我添堵？别看了，我都看不上这个。你喜欢最重要和他，喜欢也是明天我们再弄。不是这样的，妈妈，你不要这样。我就不喜欢他这么顺着孩子。余生求放过，不可能。原来我是希望我的父母能在身边的。他开心比较重要。我特别期待这次旅行。我们互相陪伴，互相支持。没有妈妈对孩子不好。享受和女儿在一起快乐。Work hard, play hard. Wow!